的灵气，仿佛在呼唤我。我毫不犹豫，迈步登山，走到半山腰，一阵凄厉的哀鸣传入我耳中。拨开灌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瞳孔骤然一缩。只见7、8只猴子被狰狞的兽夹死死咬住，鲜血染红了皮毛和周围的草地。有几只年轻的猴子在徒劳的挣扎，却让那兽夹的锯齿嵌入得更深，疼得它们发出凄厉的惨叫。还有几只年老的已经奄奄一息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大步走了过去。那些还清醒着的猴子眼中都露出了极度的恐惧与敌意，呲着牙发出威胁的叫声。我没有理会，走到一只被夹住后腿的小猴子面前，蹲下身，深吸一口气，用双指硬生生捏断了金刚打造的兽夹击阔。小猴子愣住了，他感受着腿上一松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人类。我没有停下，走向下一个兽夹，如法炮制，咔嚓咔嚓，清脆的断裂声中，所有猴子都重获自由。他们聚在一起，用一种混杂着感激、困惑与警惕的目光远远地看着我。我为伤势最重的老猴子敷上了金疮药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正要离开时，身后却传来一个怯懦的声音：“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”我猛然回头，说话的竟是第一个救下的小猴子。你们会说人话，我们生于此山，饮灵泉，食仙果，久而久之变通了人性。那小猴子见我没有恶意，胆子也大了起来。我压下心中激动，立刻追问：此地可有仙家洞府，或隐士神仙？小猴子们纷纷摇头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我不甘心，换了个问法：那这山上可曾有过神通广大的妖王？年轻的猴子们依旧茫然，可那只我救治过的老猴，浑浊的眼中却忽然泛起了水光，声音苍老而沙哑，充满了无尽的追忆与向往。年轻人，这里叫花果山，我们以前是有一位大王，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那时候俺还是小猴崽子，俺都是听更老的前辈说的大王威风事。他们说大王是我们花果山天生地养的狮猴，拜了神仙为师。他从东海龙宫里取来了定海神针，又去地府化掉了生死簿，带着我们猴子猴孙过了一段逍遥快活的日子。后来天庭招安，却只封他做了个弼马温。大王何等心高气傲，当即就反下了天庭，自号齐天大圣。再后来就是10万天兵围剿花果山，大王一人一棍，打得天庭众神闻风丧胆。老猴子说的激动，眼中闪动着与他衰老外表不符的光彩。那段日子是我们花果山最风光的日子，只可惜后来大王被西天的佛祖镇压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山里的老前辈们一个个的老死病死，我们这些后辈没了大王的庇护，时常要受那些凡人猎户的欺辱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我静静的听着，一点失望不可避免的涌上心头。我对着他们郑重抱拳一礼，多谢告知。说完便转身，打算继续深入仙山寻找机缘。恩人请留步。那只小猴子一瘸一拐的追了上来，身后跟着几只猴子，他们手里捧着些颜色鲜艳的鲜果。这是我们山上最好的果子，送给你吃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我心中微暖，接过了果子。夜报水晶的光芒到此缓缓散去，斩仙台上重新恢复了那片冰冷。只是此刻所有神佛的表情都异常古怪，净念菩萨表情最为精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叫陆凡的散仙，就像一块狗皮膏药，死死地粘在了孙悟空的因果线上，就像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。他能感觉到孙悟空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躁动不安的气息。罢了，净念菩萨心中发了狠，既然得不到孙悟空的支持，那索性就不要了。毕竟这陆凡毁寺灭佛、屠戮僧侣是铁一般的事实，罪证确凿。无论他与齐天大圣有何渊源，都改变不了他是个罪人。天条之下，他仍有十足的把握将我就地正法。就在他正要将审判拉回正轨时，唰的一声，一道金光毫无征兆地从天庭仙官的阵列中飞出，径直朝着斩仙台的中央落去。猴子、大圣不可！李靖、哪吒等人齐齐惊呼出声。雷部众将个个神情一紧，手中的法器光芒大盛，以为这猴子要当场劫法场。西方教那边更是如临大敌，护在了净念菩萨身前。金光散去，孙悟空稳稳地落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本以为他会像传说中那样撤出金箍棒，将这斩仙台搅个天翻地覆，可他没有，他只是嘿嘿一笑，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了一壶酒、一碟蟠桃，甚至还有热气腾腾的龙肝凤髓，就这么随意地摆在了我面前的地上。来，喝一口。他将紫金葫芦递到我嘴边，这是玉帝老儿私藏的万年仙酿，劲儿大，管够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劫法场，结果他却是来送断头饭的。我愣住了，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毛脸和那双洞穿世事、闪烁着金光的火眼金睛，一时有些恍惚，但我没有矫情，张口便狠狠灌了一大口仙酒。烈酒入喉，如同一团火，瞬间点燃了我冰冷的丹田与四肢。我坦然接受了这份馈赠，脸上只有得偿所愿的平静。多谢大圣，俺老孙不爱欠人情。他盘腿坐下，自己也灌了一口酒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当年那顿饭俺老孙没吃上，但你那份心意俺老孙记下了。这杯酒就为了你救过俺的猴子猴孙，还有你在茶馆里说的那番话，很对俺的胃口。闻言我发自内心的笑了，我只是说了实话。我迎着他的目光无比真诚，从我记事起，您就是我追寻的背影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学当年的您，活一个快意恩仇，念头通达，哈哈哈哈！孙悟空爆发出一阵畅快淋漓的大笑，笑声震彻云霄。他伸出手，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上，力道之大，竟让身上的缚仙索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好小子，有你这句话，今天这顿酒没白喝。他这一笑，天风仿佛都停了，满天神佛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竟无一人敢出声。李天王低头看着自己的宝塔，太白金星则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远方的云海，仿佛那里的风景胜过一切。净念菩萨紧绷着脸，肌肉微微抽动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荒唐的断头饭。我再无顾忌，抓起龙丹凤髓大快朵颐，3-2口就啃完一个硕大的蟠桃。我吃得酣畅淋漓，仿佛吃的不是断头饭，而是庆功宴。孙悟空就盘腿坐在我对面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笑嘻嘻地看着，时不时自己也灌上一口酒。一人一猴在这肃杀的斩仙台上，硬是营造出了一股花果山水帘洞里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的豪迈氛围。最终我打了个饱嗝，将桃核随手
一扔，酒是好酒，菜是好菜。我咧嘴笑道：多谢大圣款待，我陆凡这辈子值了。孙悟空嘿嘿一笑，收起剩下的酒菜，起身又重重拍了我2下，随后化作金光回到了原位。他一走，凝滞的空气才重新流动。猪八戒凑了上来，压低了声音：猴哥，你这也太乱来了，万一惹恼了那边，捅到佛祖那里去，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孙悟空瞥了他一眼，从耳朵里掏了掏，一脸的不在乎，随即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呆子，真可惜了，若是在当年在花果山有这么一个对脾气的兄弟，俺老孙定要与他结拜。闻言，哪吒凤目一亮，手中的火尖枪都发出了兴奋的嗡鸣。等他转世吧，下一世定要与他痛饮300杯。说完，孙悟空看向哪吒：三太子，等会儿那帮秃驴肯定要揪着沙叶不放，要判他个形神俱灭。玉帝老儿的意思是让我们都来做个见证，到时候你帮着说2句话，保他一个轮回的机会。这还用你说？哪吒一挺胸膛，这小子对我脾气，我保定了。接着，孙悟空的目光扫向雷部天尊文仲，这位截教出身的老牌大神，向来与天庭、西方教都保持着距离，只认天条，不认人情。孙悟空冲他遥遥一抱拳，文仲面无表情的脸上，额上神眼微微开合，算是无声的回应。孙悟空要保的不是陆凡的命，而是他重入轮回的资格。他要的就是一个折中的结果，一个能让各方都下得来台阶的结果。他相信在场的聪明人都看得懂他的意思。随后，孙悟空火眼金睛一扫，便锁定了人群中的太白金星，身形一晃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。老官儿，这热闹好看吗？太白金星正看得入神，被这声音吓得一哆嗦，抚着胸口没好气道：大圣，你如今也是佛了，怎么还这般神出鬼没？孙悟空嘿嘿一笑，胳膊肘捅了捅他，压低声音，目光瞟向脸色铁青的西天众人：好看，就别让他这么快收场。今天他们敢借斩仙台杀一个散仙，明天是不是就敢用天庭的刀来定我们天庭仙官的罪？太白金星捻着胡须的手指一顿，浑浊的老眼里金光一闪过，天庭与西天的暗斗，这猴子看得比谁都透。他打了个哈哈，依旧是和事佬的模样。大圣说笑了：天规森严，那陆凡杀孽深重也是事实，我等不好公然违逆，不过此事关乎天庭威严，断罚之时确实需要审慎。孙悟空咧嘴一笑，有着审慎2个字足够了，转身便向西天阵营走去，径直从佛陀队列里将神情木讷、满面愁苦的沙悟净一把拽了出来。大师兄，沙悟净双手合十，躬身行礼：少来这套。孙悟空指着斩仙台：那小子你也都看见了，你怎么看？沙悟净嘴唇动了动，没有说话。那小子为父母报仇，天经地义，反倒是那些包庇凶手的秃驴，算哪门子慈悲？孙悟空的声音里带上了几分火气：师父教咱们的是看着好人被冤，恶人得道吗？沙悟净猛地抬头，满脸痛苦与挣扎：大师兄，他杀孽太重，已入了魔障，回头无岸了。狗屁的回头是岸！孙悟空一拳砸在玉石栏杆上，震得嗡嗡作响，岸上全是仇家。你让他回哪个岸？回去引颈受戮吗？他死死盯着沙悟净，一字一句地问：我只问你，当年在流沙河，你吃的人比他杀的只多不少，师父可曾让你偿命？沙悟净身体巨震，脸色瞬间惨白。等会儿你自己掂量。孙悟空松开手，转身就走，留下沙悟净在原地待着。人情有了，但要从道理上彻底压住那帮佛陀，还需一尊真正的大佛。孙悟空心念一动，从脑后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出个分身，化作流光直奔南赡部洲。那分身穿云破雾，最终落在一座被瘟疫笼罩的死城，城中哀鸿遍野，如同地狱。然而就在这地狱般的疫区中央，一个身着朴素僧袍的身影，正安静地为病倒的孩童擦拭额头。他身上并无佛光，却自成一方净土，所立之处3尺之内污秽不侵，正是旃檀功德佛。唐三藏，师傅，分身上前开门见山：俺老孙从斩仙台来，为救一个叫陆凡的小子，他3言2语将我的家仇、复仇以及其中因果尽数道明。唐三藏听完，并未立刻回答，只是为那孩童渡入一缕平和佛力，才缓缓转身，目光慈悲而坚定：阿弥陀佛，悟空，你可知仇恨与杀戮之间隔着一样东西，名为苦。正是无人渡他的苦，才让仇恨长成了滔天杀业。师傅，俺不懂这些弯弯绕绕。分身有些急躁，俺只知他没错，换做俺只会闹得更凶。为师知道你心有不平。唐三藏微微一笑，一味讲放下，却不问缘由，是为霸道，只知度化，却不明疾苦，是为空谈。为师此去，并非为保他性命，杀业已成，轮回难免。分身一愣，那为何？为师去是为他求一个法，一个公道。唐三藏的声音温和却掷地有声：我会告诉他们，若公道不存，慈悲变成伪善，杀人者当有报，那包庇凶手者亦当有此报。分身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师傅，他说出的话比任何神兵利器都要锋利，直指本心，这才是他的师傅。分身心中大定，化作金毛消散前，只听唐三藏嘱咐道：告你本尊，切莫冲动，等为师。与此同时，斩仙台上净念菩萨的耐心已消耗殆尽，他不能再任由孙悟空搅局，让西方教的脸面被反复摩擦。够了！他猛地一挥袖袍，厉声喝道：阎王，不必再追溯过往，直接将水镜调至他拜师学艺之时，本座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方邪魔教出这等孽障。阎王如蒙大赦，立刻掐诀，夜报水镜画面飞转，最终定格在一片波涛汹涌的无边瀚海。画面中，青年的我驾着扁舟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登上了一座仙气缭绕的岛屿。我穿过奇花瑶草，最终来到一座雄奇山峰脚下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山壁之上龙飞凤舞的刻着5个古朴大字：灵台方寸山。当灵台方寸山5个字映入水镜时，3界神佛的议论声便如潮水般炸开。灵台方寸山，这是何处？从
从未听闻，莫不是哪位避世不出的上古仙人所居之地？净念菩萨也皱起了眉头。灵台方寸山这5个字，他同样是闻所未闻。就在这片茫然的议论声中，孙悟空的心却毫无征兆的咯噔一下，猛地沉了下去。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，菩提，那个名字，那个身影，是他一生中最大最深的秘密，是他神通的起点，也是他被逐出师门的永恒之痛。师父当年曾严令告诫，不许他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名号，哪怕是对最亲近的师父唐僧，也未曾吐露半个字。可现在这夜报水镜竟照出了这个地方，难道说猴子你怎么了？哪吒的声音将孙悟空从惊骇中拉回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死死地盯着光幕，连呼吸都忘了。画面中，我虔诚的迈步向山上走去，走到了山顶，只见一座古朴的洞府，洞口青松翠柏，瑞气氤氲。我的目光落在了洞府的上方刻着的一行字：斜月三星洞。斜月三星是何意？太白金星还在捻须沉吟，斜月是心的起笔，三星是心上的3点，灵台方寸指的也是心，那是孙悟空师父的道场，是他脱胎换骨之地。水镜中，我在洞府前恭敬叩首，然后毅然踏入了那片幽深。3界神佛全都屏住了呼吸，想要看清洞中究竟是何方神圣。然而就在我的身影消失的刹那，滋啦一声，夜报水镜猛然扭曲，画面化作一片混沌，画面没了，怎么回事？净念菩萨的怒吼震彻全场，他厉声质问阎王：为何停了？快给本座继续照下去！可阎王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小王也不知啊。阎王带着哭腔，哆哆嗦嗦的猜测，按理说，在他的记忆与因果中留下了痕迹，水镜就一定能照出来，除非洞中存在的道行已经高到能从天道因果中抹去痕迹，这是圣人才有的手段啊！荒谬！净念菩萨根本不信，3界之中，圣人早已不问世事，避世不出，又岂会屈尊降贵去教导一个凡人？我看分明是你这夜报水镜出了问题，或是你学艺不精，法力不济。净念菩萨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他转向天庭众仙，双手合十，微微躬身：诸位仙友稍安勿躁，此事关乎重大，为证清白，小僧须去地府一行，请一位大能前来相助。随即甩袖撕裂空间，怒气冲冲地朝地府而去。他一走，众仙的议论声更大，能屏蔽天机，莫非是哪位准圣大能？不可能，镇元子、鲲鹏、冥河老祖，哪一位的道场会在此处？他们猜来猜去，却没一个人往孙悟空身上想。孙悟空的师父是谁？这是3界最大的谜案之一。此时他心乱如麻，比任何人都想知道答案。如果陆凡真的拜师成功，那他就是俺的小师弟。这个念头一出，孙悟空的心脏猛地一抽，这不再是简单的求情，而是责任，是哪怕再闹一次天宫，也必须护他周全的同门责任。